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地利用酮体，就能够减少对医生和医疗的过度依赖，同时摆脱近年来持续增加的大多数疾病的困扰。酮体被认为是人类史上最强大的药物。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宗田哲男先生所著的《酮体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药物》这本书。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酮体是人类史上最强大的药物；第二，实现酮体状态的有效糖分限制方法。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酮体是人类史上最强大的药物”开始解释。最近我们经常听到“酮体”这个词，大家是否听说过生酮减肥呢？生酮减肥就是通过减少糖分的摄入，让身体进入酮体状态，从而促进脂肪燃烧，减轻体重。酮体是一种从脂肪中产生的物质，在脂肪燃烧时，为大脑提供能量。据说，通过限制糖分摄入可以促使酮体生成。本书的基本主张是通过限制糖分摄入，增加酮体生成，从而达到酮体状态。这样做可以让身体摆脱各种疾病的困扰，身体状况也会显著改善。过去人们往往认为酮体对身体有害，但事实上，酮体被证明是非常有益的。在这个视频中，我们会讨论限制糖分摄入对身体的影响及酮体的定义和好处，以及如何正确限制糖分摄入以达到酮体状态。现在让我们先从糖分限制这个话题开始。我们要了解糖分的概念。简单来说，糖分就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碳水化合物是糖分加上食物纤维的总称，而糖分则是从碳水化合物中去除食物纤维得到的。您可能听说过要选择未加工的碳水化合物，如玄米或全麦面包，而不是加工过的精致碳水化合物的建议。这是因为加工过的精致碳水化合物，如白米、白面包和意大利面，除去食物纤维后更接近糖分。相反，未精致加工的玄米和全麦面包等含有丰富的食物纤维，有助于控制血糖上升。因此，人们通常认为未精致加工的碳水化合物更为有益。除了甜点，许多人的主食中也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如米饭、面包和面条。即使我们不吃甜食，主食中的碳水化合物也会在胃中消化分解成葡萄糖，导致血糖浓度上升。摄入过多的碳水化合物会引发持续高血糖状态，导致糖尿病、肥胖、动脉硬化等疾病。因此，作者认为抑制提高血糖的营养素糖分，是预防现代人疾病的有效途径。许多人经常无法区分碳水化合物和糖分，但如我之前所述，碳水化合物指的是糖类加上食物纤维的总称，因此糖分和碳水化合物是不同的。举例来说，蘑菇和绿叶蔬菜也含有碳水化合物，但其中大部分成分是食物纤维，而大米和土豆等根茎类食物的食物纤维含量较少，大部分是糖分。即使是相同量的碳水化合物，其中包含的糖分量也会因食物纤维含量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我们要明确碳水化合物是指糖类加上食物纤维，以及要意识到食物中含有多少糖分。当我们提出限制糖分时，有些人可能会反驳说，如果没有糖分，就会缺乏能量，或者头脑不灵活。还有人会认为，米饭和面包等主食是人类长期以来的食物，因此认为它们是必需品。关于是否会因为缺乏糖分而导致能量不足的问题，简而言之，当体内摄入的糖分减少时，身体会开始燃烧脂肪来产生能量。因此，限制糖分不会导致能量不足，反而有助于加速脂肪的燃烧，对减肥非常有效。至于主食如米饭和面包是否是人类长期以来的食物，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人类大约出现在约700万年前。我们现在作为主食摄入的碳水化合物，实际上是从在大约1万年前才开始普及的。换句话说，在人类历史上仅占约0.1%的时间。在此之前，人类主要通过狩猎、捕鱼以及采集蘑菇、坚果、野菜和昆虫等方式获取食物。
几乎没有摄入糖分。日本的旧石器时代和绳文时代的人们也是以狩猎和采集植物为主要生活方式。人类开始食用米饭是在弥生时代之后的3000年里，与人类700万年的历史相比，这只是非常短暂的时间。因此，认为人类自古以来将碳水化合物作为主食，米饭和面包是我们的身体所必需的食物，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然而，人类并非完全不摄入糖分，蔬菜和野草中含有微量的糖分，偶尔也会摄入一些含有糖分的水果。但糖分是一种非常稀缺的食材，体内吸收糖分是非常不寻常的。换句话说，人类的身体本来就不适应每天摄入糖分，因为糖分是一种难以获得的宝贵能量来源，因此身体会将糖分转化为中性脂肪并长期储存。在这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是提高体内血糖水平并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胰岛素如今被称为肥胖激素等，经常被贬斥，仿佛是罪魁祸首。但在过去，它是人类得以延续生存的重要物质。当糖分进入体内时，会被存储为糖原，但这种储存是有限制的，比如说在12小时内就会耗尽。这时，胰岛素就会将糖原转化为脂肪并储存起来。在远古时代，由于食物稀缺，糖分是极其珍贵的。胰岛素是能够保护人体免受饥饿之苦的重要物质。然而，随着农耕技术的发展，谷物和大米的稳定供应，人类的饮食方式也开始转向大量摄入糖分。摄入糖分后，血糖水平急剧上升，胰岛素不断分泌以降低血糖水平，而血糖则被转化为脂肪并储存在体内。这样，胰岛素便被视为导致现代人肥胖的激素。进入18世纪，欧美发明了小麦精制加工技术，而日本在江户时代中期开始食用白米而不再是玄米。到了19世纪，这种精致加工技术已普及，白面包也成为我们餐桌上的常客。精制后的碳水化合物与未精制加工的食物相比，消化吸收速度更快，导致血糖急剧上升。人类诞生至今的700万年间，血糖波动幅度一直保持不变，但自农耕时代开始后，这个波动幅度增加了2倍。自19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开始摄入精致加工的碳水化合物，这个波动幅度甚至增加到了3倍。长期处于糖分稀缺环境中的人类身体原本就不擅长处理糖分，也不适应处理糖分。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将碳水化合物作为主食的时间非常短暂，而且大量摄入精致加工的碳水化合物仅仅持续了大约200年。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放弃或减少摄入白米和面包等主食是不可行的，但从历史角度来看，白米和面包的食用习惯只是最近才形成的。更重要的是，从人类本来的饮食习惯来看，现代人明显摄入过量的糖分。限制糖分摄入后，我们的身体会开始利用脂肪提供能量，加速脂肪的燃烧，使身体更健康、更苗条。当脂肪开始被分解为营养物质时，就产生了本书的主题——酮体。随着体内酮体的增加，脂肪开始燃烧，多余的脂肪也会迅速减少。我们平时获取能量的主要来源是被称为葡萄糖的糖分，但实际上，我们的身体还有另一种能量来源，即通过分解脂肪产生的酮体。通常情况下，当我们大量摄入糖分时，我们的身体主要依赖糖分来提供能量，而不是脂肪。但一旦限制了糖分摄入，我们的身体就会开始燃烧脂肪来提供能量，这就是酮体引擎。我们的身体有2种引擎，一种是依赖燃烧葡萄糖提供能量的葡萄糖引擎，另一种是依赖燃烧脂肪提供能量的酮体引擎。如前所述，我们的祖先生活在糖分稀缺的环境中，主要依赖脂肪作为能量来源，通过酮体引擎来维持生存。我们的能量代谢结构与祖先相比基本保持一致，因此酮体引擎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自然的选择。
如果长期依赖糖分和葡萄糖引擎来提供能量，身体将难以应对大量的糖分，导致肥胖、糖尿病、动脉硬化、癌症、加速老化等疾病。因此，本书主张限制糖分摄入，让酮体引擎成为我们主要的能量来源。有的人可能会担心限制糖分摄入对身体有害，但如今，日本糖尿病学会和美国糖尿病学会也开始推崇限制糖分摄入，将其作为治疗选择之一。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实现酮体状态的有效糖分限制方法。当我们的身体缺乏葡萄糖时，就会产生通过脂肪燃烧产生的酮体。这些酮体是肝脏从脂肪酸中产生的正常代谢产物，可以被各种组织用作能量来源。酮体可以作为大脑在绝食或饥饿时的主要能源，而且这种酮体是一种非常强大且持久的能源来源。通过限制糖分摄入，我们的主要能量来源将转向脂肪。如果身体能够产生脂肪燃烧的酮体，那么在饮食中脂肪将会被分解，消耗能量。不摄入糖分时，血糖不会升高，也不会分泌胰岛素，因此不会过度积累脂肪，体型会变得苗条，更容易瘦下来，形成长期的减肥效果。此外，生活在酮体状态下不仅有减肥效果，还有预防和改善糖尿病、认知症等疾病的作用。限制糖分摄入并产生酮体，可以防止血糖下降导致的疲劳和消沉。如果午餐后感到困倦，工作效率下降，这表明正在使用葡萄糖分解的能量。血糖不稳定会影响注意力，降低生产力。作者声称，在开始限制糖分摄入后，不再感到早上起床困难，也不在白天感到瞌睡，因为血糖不再波动，情绪也更加稳定，不容易烦躁或焦虑。而且令人欣慰的是，这种酮体具有抗炎症、抗衰老作用，还能够防止身体氧化损伤的抗氧化作用等，因此对身体非常有益。由于炎症和氧化损伤可能是多种疾病的原因，因此酮体的这些作用对于预防疾病至关重要。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酮体的好处，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如何实现酮体生活方式。简而言之，就是限制糖分摄入。因为只有糖分会提高血糖，所以控制糖分摄入是防止饮食后血糖升高的关键。限制糖分摄入的具体方法通常是不吃主食，如米饭或面包，而是多吃菜。然而，有一些错误的限制糖分摄入方法正在流行，许多人错误地实施了糖分摄入限制。要实现酮体生活方式，并从限制糖分摄入中获得最大的好处，需要正确、巧妙地实施糖分摄入限制。因此，接下来我将详细介绍如何实现酮体状态的有效糖分限制方法。有以下5个关键点：一、理解糖分限制的3种模式；二、将主食替换为其他食材；三、充分摄取动物性蛋白质和优质脂肪；四、充分利用鳄梨和坚果；五、活用鲜奶油。或许有些人曾经尝试过糖分限制，但失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请务必掌握上面的这5个正确要点，再次尝试。相信相比以往，现在进行糖分限制会更加容易执行。接下来让我们逐一详细解释每个要点。首先是要点1，理解糖分限制的3种模式。要实现酮体状态，就需要进行糖分限制。那么究竟需要限制多少糖分呢？糖分限制有3种模式：轻度糖分限制、标准糖分限制以及超级糖分限制。轻度糖分限制是指将每日3餐中的其中1餐的主食换成无糖食物的方法，特别是将晚餐改为无糖饮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标准糖分限制指的是将每日3餐中的2餐的主食去掉，而超级糖分限制则是将每日3餐的主食全部都去掉。糖分限制有3种模式。渴望减肥、保持健康和容颜的人可以通过适度的糖分限制来达成目标，这是完全可行的。但对于肥胖或糖尿病患者，他们可能不想依赖药物治疗，或者希望严肃对待预防认知症、癌症等疾病的人来说，
考虑尝试采取超级糖分限制也是值得一试的。有些人可能担心，如果完全不吃主食，会感到虚弱或体力下降，但这是因为他们执行了错误的糖分限制方法。他们只是去掉了主食，却没有从其他食物中补充所需的能量，如脂肪和蛋白质。如果同时摄取足够的脂肪和蛋白质，即使糖分摄取量减少，也能感受到酮体状态的强大。你会感觉清晨更加爽朗，不易疲劳，注意力也会提高。这些精神上的稳定感也会增强您的信心，使您更有动力进一步减少糖分摄入。重要的是要坚持下去，不要一开始就过分强求。因此，对于那些以前从未尝试过糖分限制的人来说，最好从轻度糖分限制开始尝试。接下来是要点2，将主食替换为其他食材。当我们开始进行糖分限制并减少主食摄入时，有些人可能会感到不安，认为没有米饭就无法安心，或者觉得没有米饭就吃不饱，甚至会感到孤单。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将主食替换为其他食材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作者推荐的方法是将米饭替换为豆腐。豆腐的白色外观和口感与米饭相似，心理上也能给人一种安心感。与此同时，豆腐富含蛋白质和脂肪，同时还有丰富的钙和维生素 E， 是一种优秀的食材。只需将米饭换成凉拌豆腐或者热豆腐汤，就能轻松地减少糖分摄入，非常值得推荐。豆腐的易于加工也是值得推荐的一点，可以使用充分过滤水分的木棉豆腐代替米饭。例如，您可以将豆腐碾碎，与蔬菜或碎肉一起炒制成豆腐炒饭，就像是在做米饭一样。这种方法也是值得推荐的。此外，还有将小麦面粉替换为大豆粉的糖分限制方法。大豆粉可以用于炸食物，也有大豆粉制成的大豆面食品，比如大豆面条，对于喜欢面食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大豆面条的出现，对于那些想要减少糖分摄入的人来说是一个强大的支持。另外，如果您想吃点小吃，那么我推荐您尝试一些使用大豆制成的饼干等。如果完全放弃主食的米饭或面包，可能会觉得糖分限制太过严格。这时候，巧妙地将主食替换为其他食材，可以大大增加坚持糖分限制的机会。这种方法非常巧妙实用。接下来是要点3，充分摄取动物性蛋白质和优质脂肪。在减少主食的同时，确保摄入充足的蛋白质和脂肪是至关重要的，以满足身体能量和营养的需求。只要蛋白质和脂肪摄入足够，即使减少了糖分和主食的摄入量，也不会感到饥饿或身体虚弱，相反，会感到更健康。作者特别强调，特别要注意摄取足够的动物性蛋白质。肉类、蛋类和奶酪是优质的动物性蛋白质来源。摄入这3种食物可以为身体提供丰富的营养素。蛋类被称为完全营养食品，含有身体无法合成的必需氨基酸等营养成分，是非常优秀的食材。以前我们认为要控制胆固醇，每天只能吃1个鸡蛋，但现在我们知道，即使是多吃几个也是可以的。此外，鸡肉、猪肉和牛肉等肉类几乎不含糖分，因此在进行糖分限制时，最好的做法是用盐煎、烤或与蔬菜一起炒。肉类不仅含有蛋白质和脂肪，还含有各种营养素，因此摄入足够的肉类在饮食中非常重要。如果想通过摄入肉类来增加酮体产生，烤鸡肉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些店铺在日本很受欢迎，价格实惠，让人可以尽情享受美食。但请注意，在吃烤鸡肉串时，务必选择不加调味酱，而是选择盐味的，因为调味酱里含有大量砂糖，所以请务必点盐味的。除了摄取动物性蛋白质之外，摄取优质脂肪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可能认为脂肪会导致肥胖，但我要重申的是，血糖上升和胰岛素分泌增加的罪魁祸首是糖分，而不是脂肪。因此，我建议您摄取优质的脂肪，比如椰子油等健康油脂。具体来说，
应该摄取含有不可合成的必需脂肪酸 Omega-3 的油脂，如鱼油、亚麻籽油、核桃油和椰子油等，特别是椰子油，含有丰富的中链脂肪酸，能够比普通植物油更快地转化为能量。橄榄油也是非常健康的选择。这些就是您应该积极摄取的油脂。此外，鱼类富含的 EPA 和 DHA 等脂肪酸对健康大有裨益，因此鱼类也是摄取高质量脂肪的绝佳来源。相反，应该避免的油脂包括亚油酸和反式脂肪酸。大豆油和玉米油等油脂富含亚油酸，而反式脂肪酸则存在于人造黄油和植物性固体脂肪中。我们应该尽量减少这些油脂的摄入，而是选择大量摄取优质的脂肪，这一点至关重要。接下来是要点4：充分利用鳄梨和坚果。在进行糖分限制时，水果是否可以食用呢？水果中富含对健康有益的营养素，但同时也含有大量的被称为果糖的天然糖分。果糖不像葡萄糖那样会使血糖上升，但与葡萄糖相比更容易转化为中性脂肪。这意味着食用过多的水果会导致体重增加。作者建议，每天食用水果的次数应控制在2次以内，记住每次摄入要适量。在各种水果中，作者最推荐的是鳄梨。鳄梨的糖分含量极低，每半个约80克，含糖量仅为0.7克，远低于其他水果，而且其奶油般的口感能够带来饱腹感。事实上，鳄梨被认定为世界上营养价值最高的水果，甚至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可以说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超级食物。鳄梨富含健康脂肪、钾、维生素 E 和食物纤维等多种优质营养成分。鳄梨还含有丰富的优质脂肪，因此作为糖分限制的有力支持者，鳄梨是值得一试的。您可以直接食用，或者加入沙拉中，撒上奶酪也是不错的选择。鳄梨在各种菜单中都能大显身手，请务必要好好利用。除了鳄梨之外，夏威夷果也是被誉为健康坚果，同样是进行糖分限制的良好选择。特别是在进行糖分限制时，夏威夷果是一种值得推荐的食物。夏威夷果富含优质脂肪、蛋白质和矿物质，并且含糖量较低。在夏季水果中，尤其是糖分较少的，包括核桃、松子和南瓜子等种子类食材，值得重视。相反，炸制的腰果因含有相对较多的糖分，要注意避免食用过量。接下来是要点5：活用鲜奶油。在增加体内酮体的食材中，作者强烈推荐的是鲜奶油。虽然鲜奶油通常被认为是甜点中的成分，但实际上它本身是高蛋白、高脂肪的优质食材。促进酮体生成最有效的方法是直接饮用商店里出售的鲜奶油，不需要添加任何东西。一般来说，鲜奶油常被打发至松软后再食用，因此有人可能会质疑是否可以直接饮用。但事实上，鲜奶油的浓郁口感十分美味。你也可以在咖啡中加入鲜奶油，制作成维也纳咖啡来享用。如果习惯在咖啡中加入牛奶等，不妨尝试用鲜奶油替代。值得一提的是，牛奶中含有的糖分并不低，因此用鲜奶油等替代是个不错的选择。此外，当想要吃甜点时，可以将鲜奶油倒在低糖的果冻上，口感非常美味，作者强烈推荐。当然，你也可以将鲜奶油打发至松软后食用，但请务必注意不要添加糖。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